在2020年末，万代公布了3.0的马克六，当时是跟着复联1版的美队等角色一起推出的，又称集结版。在我那时的视角来看，万代仿佛开窍了一样，有着新规的模具、更好的涂装、更多的配件。官方售价8800日元，当时的现货价在400元左右，我也没忍住入手了一个。随后来到2025年3月，万代公布了3.0马克六的再版，砍掉了2个战损替换件，价格从8800日元上涨到了9900日元，真就他妈好一个加价减价。包装方面，我自己是更喜欢出版，感觉更符合复联的基调吧。再版跟上次的马克85和灭霸是同一风格，反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。内容物方面，除了没有战损替换件以外，其他都是完全一致，主体都还是3.0的马克六，没什么大区别。身形比例上，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腰有点细。但就我自己来看，感觉还好，可能性方面也没啥变化，基本够用。不过我手上这只再版是有点没脖子的，可能幅度也没有出版来的好，感觉像是里面的球冠缩短了一点，也不知道是我中奖还是通病。漆面上跟20年再版的马克7一样，修改了漆面，不过并没有战损细节。3.0的马克六目前是 SHF 所有的铁人当中配件数量最多的，基本上是把马克六所有的武装都给到了。不过出版的战损替换件是不能给再版使用的，再版的我是怎么抠也没抠下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战损替换的玩法，就只能乖乖的去买出版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配件就是完全一致，出版和再版的武装也都是可以互相替换。要收补件的话也方便了些，而且出版肩部武装较松的问题，在再版上也得到了解决，节省了不少。火焰特效件对比以往的铁人也有很大的变化，数量上多了一对，颜色变成了淡黄，像柠檬似的，看着就酸。不过有一点，脚部的特效件是只能给马克六或者通摸脚掌的机型使用的，不能像以往只要有洞就可以插。除此之外，手部的特效键就都是通用的了。除了火焰特效键，像马克7的激光就是个展开的样式，我就把马克6的手型给替换上去，这样马克7也能是激光了。之后我还给马克6搞了个开甲头，也是挺帅的。这段时间一直在我桌面上展示。购买建议的话，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3.0的出版，也就是带战损替换件的低阶版。如果你对战损不感兴趣的话，就去看看再版。现在再版的价格也非常香的，二手现在好像不到200吧。唉 ，SHF 的漫威线我接触的时间也不算短了，现在就感觉有点摆烂。之前展会上的东西到现在还在期待，尤其是这个钢铁爱国者2.0。那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你的一键3连是对我创作的最大帮助。那我是飞狐，我们下期视频，拜拜。